大家好，比特币昨天重心又下移，那这个位置比特币会不会又洗盘？等下再来聊聊12万美元的比特币，从数据来观察，我认为12万不是最高点，以及昨天聊到的狗狗币 W 底突破，有可能目标会到0.5，以及这一波山寨币上涨，交易群上面有做多的激荡，目前我还是继续在持有。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如果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合约只要交易一笔，可以在 Discord 社群上联系我们加入 Discord 交易群。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前面比特币自98,000美金启动的上涨，是有跟朋友们提到，它很像2025年4月份的这一个波段的上涨。那现在涨到这个位置，波段盘整时间已经超过8天，但是比特币昨天这个低点，它重心是有一点下移哦。至于这个位置12万美金的高点，为什么我认为不是这一次上涨的最高点，或者是短期在这个位置，比特币也要防它万一跌破这个箱体的区间，那不然短期我们先观察吧，也就是这一个箱体低点的位置，时间超过8天，如果13天不往上变盘，我们要防也就是这个上升趋势，它如果在这边横盘的情况下，有可能不一定会主动去跌破，它横盘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动把这个上升趋势或者是给它跌破。至于为什么我认为12万美元的比特币不会是本波上涨的最高点，除了这2天提到的那个 MACD 的柱状，它最高的柱状对应的价格就是12万美元的这个最高点。以往的经验一般都会涨到背离的位置才有可能要小心比特币会不会有中线，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这一个比特币的资金费率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往的比特币波段里面的高点，比如说资金费率一直在往上升，升到接近0.4左右的时候，一般代表市场非常非常的热，就是做多的那一些多头一直在追加，有可能市场过热的情况下，资金费率都来到0.04左右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像这些高点的位置对应的资金费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位置，包括这一个高点的位置，资金费率也是很高啊。那现在的比特币，我们看一下资金费率，我是感觉还是很低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所比特币最近钱包余额流动的情况，也就是昨天视频有提到，有些朋友是担心最近交易所比特币数量是在增加，是不是有一些大金鱼是在卖出比特币？但是昨天是跟大家提到，有可能是一部分资金他们把比特币转移到或者是其他的山寨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再来聊一下买点的知识哦。因为毕竟这个位置这几天山寨币是很疯狂，那比特币在这个位置盘整了快接近13天。反正比特币我们尽量先观察这一条20日线的 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短期也即将来到这个低点的位置，那不排除有没有可能就是风格轮动，山寨币涨得差不多了，如果山寨币开始盘整，这个位置比特币只要11.5万美金到11.6万美金附近，或者是这个20MA 不跌破，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会继续开始变盘？当然前提是我们尽量先观察这个20MA 不能跌破，如果跌破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买点的知识，比如说20MA 跌破的位置，你尽量去观察这个 KD 指标来到20附近有没有可能会有下一步的买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前面是有跟朋友们提到狗狗币5月份到6月份的这2个高点，或者是这边有可能是一个 W 底的结构，颈线已经是突破。那突破短期目前我们观察吧，这个颈线的位置或者是0.25到0.253附近的这个区间，有可能是狗狗币短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我们先观察吧，有一种形态就是颈线突破，它有可能会有回踩，就是在这个位置盘整一个区间。盘整结束以后，我们观察吧。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一个如果是一个 W 底的结构，那你从颈线的位置画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从这个位置颈线突破去计算，狗狗币应该是要挑战前面的这个高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有做多的，比如说这个蚌壳，之前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Discard 交易群上面通知做多。那反正短线如果有利润的朋友，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先观察吧。前面几天提到的一个支撑是不太准，那或者短线我们先观察吧。这一个0.00003174附近这个位置的支撑，短期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盘整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位置的支撑，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波段，也就是7月9号的这个低点，拉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可以观察一下，它0.38的位置也是很接近这个区间啊。所以我们再来秀一下 Discard 交易群上面山寨币的这个小组，也就是7月12号的时候，当时是蚌壳通知做多在0.000022附近，也是希望朋友们反正逢低分批买入啊，而且后面有利润也是通知朋友们，有利润的时候，反正你就设成本止损，去赌它的大长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以太坊的支撑这一个3480附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啊，或者是短线我们先观察吧，在这个位置涨多了有没有可能短线是在盘整？还有一个支撑是在3680附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